你知道吗？中国历史上最荒诞的悖论之一，就藏在那尊摆在全球唐人街的神像里。那个红脸长须、手持青龙偃月刀的人，生前把曹操送来的金银全部封存，分文不取，死后却被后人硬塞了满手的金元宝，成了掌管天下财富的武财神。一个一生都在逃离金钱的人，为什么在死后1000多年反而成了商人最虔诚供奉的财神？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今晚好好聊一聊。现在请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最离奇的造神故事。无论你走进香港街头嘈杂的茶餐厅，还是漫步在遥远异国的唐人街，总能在店铺最显眼的角落见到他。脸若重枣，在红色的电子烛光和缭绕的香火中，沉默地注视着来往的人与流转的钱财。人们叫他关二爷，敬他为武财神，祈求他保佑生意兴隆，日进斗金。然而，如果我们把时针拨回建安24年那个寒冬，当那位在麦城走投无路的将军知道自己日后竟会有如此离奇的转行，他大概会气得须发皆张，恨不得把青龙偃月刀直接扔出去。因为在他那波澜壮阔又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里，他几乎从未展现过任何理财天赋。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位极度厌恶用金钱来衡量价值的理想主义者。这场历史上最离奇的造神运动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要从一场彻底的败局开始说起。那一年是建安5年，公元200年。对于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来说，这是他们创业以来最接近幻灭的时刻。他们刚在徐州建立的根据地，被那个时代最强大的 CEO， 也就是曹操，用一场闪电战无情摧毁。史书上的记载冰冷而残酷，先主败归袁绍，曹公擒关羽已归，短短几个字背后是兄弟离散、兵败如山倒的狼狈。刘备北上投奔了袁绍，张飞在慌乱中逃往芒砀山，而关羽则被曹操的大军团团围困在下邳城外的一座孤零零的土山上。他不仅要保护自己，更要保护刘备的2位夫人。他像一头被围困的雄狮，握着青龙偃月刀，面对着山下黑压压的曹军，进退无路。曹操对这个敌人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渴望。他太欣赏关羽了，他没有选择强攻，而是派出了一个最合适当说客的人张辽。张辽是山西老乡，也是关羽的旧识。在那个寒风凛冽的山坡上，张辽没有开口就谈投降，那样只会激怒关羽。他用的是一套极其冷静，甚至残酷的利害分析。张辽只问了3个问题，史称土山3问。第一，刘备大哥托付给你的家眷怎么办？你若战死，他们必将任人宰割，这符合你对兄弟的义吗？第二，你们桃园结义，视同生死，匡扶汉室，你若死了，大哥谁来辅佐？这符合你们的誓言吗？第三，你一身武艺，本想为国除贼，如今壮志未酬，就白白死去，这符合你的志吗？这3个问题刀刀见血，精准刺在关羽的软肋上。他不怕死，但他怕死得毫无价值，怕辜负了仁义和誓言。关羽沉默了，那双丹凤眼望向远方迷茫的天空，最终选择了妥协。但他提出的条件在整个三国史上都堪称最硬气的投降协议，这就是著名的屯土山约3事。第一，我降的是汉朝，不是曹操，这确立了政治的合法性。第二，刘备大哥的2位夫人必须得到皇嫂级别的礼遇。
任何人不得骚扰，这保全了仁义的底线。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条，一旦得知刘备大哥的下落，无论天涯海角，我立刻就会去投奔。曹操不得阻拦，我们必须停下来想一想，这根本不是投降，这是一份临时雇佣合同。关羽在最落魄的时候，依然在和当时最强大的甲方讨价还价。他明确了入职的原则，明确了福利待遇，更重要的是，他明确了退出机制，也就是随时准备走人。更不可思议的是，曹操居然同意了。为什么？因为曹操在这一刻犯了他一生中人力资源管理上最著名的一个错误，他太自信了。他启动了一场豪赌，赌的是自己接下来付出的恩情，足以融化关羽那颗顽固的心。于是关羽来到了许都，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使投资和高管拉拢大戏正式上演。曹操对关羽的投资清单放在今天，足以让任何职业经理人目瞪口呆。首先是政治待遇，曹操立刻表奏汉献帝，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在东汉末年，侯爵是武将能企及的最高荣誉之一。曹操这一出手就是顶配，而且是通过皇帝之手给的，合法资产含金量极高。关羽非常看重这个身份，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的旗帜上刻的始终是汉寿亭侯4个字，然后是物质待遇。史书记载，曹公待之甚厚，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上马提金，下马提银。这不是简单的请客吃饭，这是最高规格的人脉注入。曹操在用自己的行动向整个许都的权贵圈层宣布，关羽是他曹操的兄弟，你们都给我放尊重一点。曹操还送了10名歌姬到关羽府中，结果关羽看都没看，转手就让他们去侍奉2位嫂嫂。钱给够，地位给足，人情做满，但关羽的回应是什么？史书记载，他将曹操赏赐的所有金银财宝全部封存，分文不取，只是在等那个离开的信号。曹操很快发现了这一点，他感到了一丝挫败。他问张辽，我对他如此之好，他为何还想走？张辽去问关羽，关羽的回答被载入了史册。我深受刘将军厚恩，发誓与他同死，我不能背叛他。我虽要走，但也必须报答了曹公的恩情之后才会离开。曹操听到这个回报，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发出了一声长叹，这真是天下异事啊！但他的投资还没有结束，他使出了最后也是最精妙的一招，赠送赤兔马。当曹操把那匹曾属于吕布的日行千里的宝马牵到关羽面前时，奇迹发生了。一直对金银美女冷若冰霜的关羽，这一次竟然立刻下拜叩谢。曹操非常惊讶，甚至有点不高兴。他问，我送了你那么多金银美女，你都不曾拜谢，今天送你一匹马，为何如此大礼？关羽的回答是，此马日行千里，一旦知道大哥的下落，我骑上它1天之内便能赶到。曹操听到这个答案，史书记载他大惊，旋即有悔意，他后悔了。他发现自己这笔最精妙的投资，非但没能留住关羽的心，反而给了他一个最强大的作案工具，让他可以更快地离开自己。这场拉拢与反拉拢的博弈，充满了历史的荒诞感。曹操这位顶级的人力资源官用尽了一切考核标准与激励手段，却发现对方的核心诉求根本不在他这里。但关羽并不是一个只知索取不知回报的人，他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还债的机会。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建安5年官渡之战的前哨战，白马之围爆发。袁绍派出麾下第一猛将颜良猛攻曹操的东郡，曹营诸将无人能挡，曹操被迫将关羽这张王牌派上了战场。
接下来的故事成为了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传奇。《三国志》的记载简洁而有力。关羽望见颜良挥盖，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手环。这是何等的画面感！在两军对垒的巨大战场上，关羽骑着赤兔马，像一道红色的闪电，无视了所有的箭雨和阻拦，精准冲到对方主帅旗下，于千军万马之中斩下了颜良的首级，然后全身而退。这一战不仅解了白马之围，也彻底还清了关羽欠曹操的人情债。他用颜良的头回报了曹操的知遇之恩，两不相欠。当关羽终于打探到刘备在袁绍军中的消息时，离开的时刻到了。他没有选择不辞而别，而是向曹操辞行。但曹操开始避而不见，试图用拖字诀来留住他。于是关羽做出了那个震古烁今的动作，挂印封金。他把在许都府邸里曹操历次赏赐的所有金银财宝全部清点造册，一分未动，堆在厅堂，贴上封条，然后拿出那颗汉寿亭侯的大印，将荆节挂在城楼，策马而去。他用这个动作在向曹操，也在向天下宣告：我关羽不欠你的钱，我不欠任何人的钱。关羽的前半生以挂印封金的决绝，为自己的人格筑起了一道壁垒，一道金钱和权势都无法逾越的壁垒。信用是这个世界上最坚挺的硬通货，而关羽用行动亲自铸造了它。但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故事的结尾往往与开头的设计背道而驰。建安24年，公元219年，这是关羽人生的最高光时刻，也是他毁灭的开始。水淹七军秦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那时的他是整个汉末牌桌上最令人畏惧的战神，曹操甚至一度动了迁都的念头。然而盛极而衰，是宿命无法挣脱的引力。当他沉浸在北伐的胜利中时，背后的盟友孙权已经露出了獠牙。东吴吕蒙白衣渡江，轻取荆州，关羽引以为傲的后方基地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败走麦城，曾经的战神变成了一个仓皇的逃亡者。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被东吴的伏兵截断，最终在临掬与儿子关平一同被俘。孙权几乎没有犹豫，就下令将这位威震华夏的将军斩首。关羽死了，更残酷的是他身首异处。孙权将关羽的首级用木匣装着，送往洛阳的曹操以为是好，曹操则以王侯之礼将这颗头颅安葬。关羽的肉身留在东吴，被孙权以诸侯之礼葬于当阳。一个英雄落得如此结局，头在洛阳，身在当阳，魂魄又归于何处？在中国古老的民间信仰里，这是一种极度的怨。一个死于非命、身首异处、壮志未酬的灵魂，是无法安息、无法进入轮回的。他会变成什么？他会变成厉鬼。在关羽死后的数百年间，从三国到两晋，再到南北朝，他的形象并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神，而是一个充满怨气的、令人畏惧的、游荡在荆楚大地上的鬼魂。人们在祭拜他时是恐惧的，是安抚性的，怕他多于敬他。这个死局最终花了足足400年才被破解。出手点化他的是当时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的佛教。时间来到了隋朝，在一部叫做《佛祖统计》的佛教史书中，记载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故事。据说隋朝开皇年间，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来到荆州的玉泉山，打算在此修建道场。然而玉泉山在当地人看来非常不干净，妖怪横行，瘴气弥漫，
到了夜晚，一个高大红脸长须的影子会出现在山林间，高声呐喊，声音回荡在整个山谷。他喊的是4个字：还我头来。这就是关羽的怨气，他被困在了死亡的那一刻，所有的荣耀、忠义、理想都被那致命的一刀所斩断，只剩下对失去头颅这件事最原始的执念。当地人不敢靠近，但智者大师不一样。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当那个声音再次响起时，他点燃油灯，走出草庐，平静地对着黑暗的山林说了一句话。他说：云长，你在此高呼还我头来，这很公平，但是你生前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你取走的那些头颅又该向谁去索要呢？山林间那可怕的呼喊戛然而止。这一问如当头棒喝，如醍醐灌顶。这是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业力开解，不是评判对错，而是阐述因果。你所有的得必有失，所有的取必有还。你不能只记得你失去的头颅，而忘记你取走的头颅。关羽的怨气在这一刻被佛法所化解了，他从对自我的执念中转向了对因果的顿悟。在故事里，关羽的魂魄当即拜服，请求皈依。佛教的收编极其有智慧，它不是简单的驱逐或镇压，而是转化与吸纳。关羽，你生前武艺高强，忠勇无双，你这身本事与其用来在山林间喊冤，不如用来护持佛法。于是关羽被正式录用，封为伽蓝菩萨。伽蓝是梵语僧伽蓝摩的简称，意思是寺院，而伽蓝菩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寺院的保安队长和守护神。这个职位安排极其精妙，他解决了关羽的怨气，让他从厉鬼变成了有正式编制的神职人员。他完美地利用了关羽的核心技能战斗与守护。最重要的是，他赋予了关羽一个全新的，也是日后成为财神所必须的第一个核心功能——镇宅驱邪。从这一刻起，关羽不再是那个需要被安抚的鬼，而是那个可以保护人免受侵害的神。这个功能很快就被世俗社会所借用。做生意的人最怕什么？怕的不是没钱赚，而是怕捣乱，怕强盗，怕火灾，怕一切不可控的邪祟和混乱。商铺就是一个世俗版的寺院。于是商人们开始将这位新晋的伽蓝菩萨请进自己的店铺。他们需要的不是关羽帮他们算账，而是需要他那副生人勿近的严肃表情和手中那把青龙偃月刀来镇住场子。这是关羽成为财神的第一步进化，从厉鬼进化为物业安保之神。但是光会安保还不行，要成为财神，必须和钱发生直接的关系。这个机会又等了500年。这一次出手提拔关羽的是道教，以及他背后那位最尊贵的人间 CEO 皇帝。时间来到了北宋。北宋是一个非常拧巴的朝代，极度富有，文化灿烂，但军事上却极度孱弱。面对北方的辽、西夏后来的金，北宋朝廷始终处于一种战略焦虑之中。当一个王朝在现实战场上无法取胜时，就迫切地需要在精神战场上树立一个图腾，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必须是忠义的化身，必须有过以少胜多对抗强敌的辉煌战绩。北宋的皇帝们在历史的故纸堆里翻找，最终找到了关羽。他忠于汉室，刘备自称汉室后裔，这符合北宋的政治正确。他武力超群，万军之中斩颜良，这是北宋最稀缺的精神力量。于是
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在皇权的亲自授意下开始了。尤其到了宋徽宗，这位在艺术上登峰造极，在政治上却一塌糊涂的道君皇帝，亲自下场给关羽升职。他先封关羽为钟会公，觉得不够，加封为武安王，再觉得不够响亮，再加封为义勇武安王。关羽的政治地位在宋徽宗的笔下一路飙升，从民间的鬼雄变成了国家认证的王爷。但这些封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接下来发生在他老家山西的一件事——解州盐池。这个自古以来闻名天下的宝藏，在宋徽宗年间突然出了大问题。史料记载，蛟龙为患，盐池产量锐减，国库告急。蛟龙到底是什么？今天很难考证。也许是一场罕见的洪水破坏了盐池的结构，也许是大规模的私盐团伙如同蛟龙一般侵蚀着国家税收。总之，问题严峻，官员束手无策。宋徽宗最终想到了他的精神导师，第30代天师张继先。张继先在盐池边设坛做法，他告诉皇帝，凡间的力量已经无法解决这个蛟龙，必须从神界搬救兵。搬谁？张天师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在了那位皇帝新封的义勇武安王身上。一场惊天动地的神力大战之后，蛟龙被斩，盐池恢复了平静，产量奇迹般的回升了。宋徽宗大喜过望，再次加封给了关羽一个更长的封号。但这些封号都是表面真正重要的事。通过这件事，关羽的神格完成了最后一块，也是最关键的一块拼图。他第一次和一个国家的钱袋子发生了直接联系。他不再只是那个镇宅驱邪的保安队长，他现在是那个能够守护国家财政安全，确保核心资产不流失的国库守护神。你看，这是多么奇妙的宿命轮回。生前挂印封金，视金钱如粪土的关云长，在死后近1000年，被佛教和道教联手包装，被皇帝的圣旨所认证，终于从一个令人畏惧的厉鬼，变成了受佛、道、儒3家共同认可的全能神。他有了全新的业务范围，既能镇宅，又能护产。他不再是那个属于麦城的悲剧英雄，他变成了一个符号，一块巨大的画布，等待着下一个时代，用商业的画笔涂抹出最耀眼的色彩。如果说在宋朝，关羽的神格是被皇权加封的，是国家认证的，那么当历史的罗盘转向明清2代时，真正将他推上财神宝座的，是一股更强大的来自民间的力量。这股力量就是商业。明清2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白银帝国时代。自明朝中叶的一条编法改革以来，白银成了帝国唯一的硬通货。无论是交税、发薪还是买卖土地，所有价值最终都必须折算成文银。这个政策像一个巨大的水泵，迫使整个帝国货币化了。其结果是商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爆发了江南的丝绸、湖州的毛笔、景德镇的瓷器、福建的茶叶、云南的马匹。这些商品被装上漕船，沿着京杭大运河日夜流淌，被驮在骆驼背上穿过丝绸之路的风沙，甚至被装上海船远销日本与欧洲。这是一个空前繁荣的商业盛世，但繁荣之下，一个巨大的痛点也随之浮现：白银本身。白银是实体货币，它很重。请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明朝的商人，身在北京，刚谈成一笔大生意，需要将1万两白银送到1500公里外的成都去采购蜀锦。1万两白银，按照明代标准，大约是750斤。这不是一个钱袋，也不是一个皮箱，
这是一辆需要几匹骡马才能拉动的沉重大车，没有银行电汇，没有支付宝，没有 SWIFT 系统，你唯一的选择是武装押运。你必须雇佣镖局，请来几十名手持大刀长矛的镖师，将银子伪装在最不起眼的货物里，选一个黄道吉日，在天不亮时悄悄起镖。这一路你要穿过兵荒马乱的驿道，应付沿途雁过拔毛的官兵，还要祈祷不要遇上黄河泛滥冲垮了栈道。这是一种成本极高、风险极大、效率极低的金融模式。整个帝国的商业就像一个巨人被白银这双沉重的镣铐锁住了脚踝。就在这时，一群来自山西的商人想出了一个天才的解决方案。他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做票号。这个解决方案是如此的轻盈，又是如此的反直觉。你不再需要运输沉重的白银，你只需要把1万两银子存入票号在北京的分号，掌柜会收下你的银子，在一张薄薄的棉纸汇票上，用一种你看不懂的密押和书法写下几个字。你带着这张纸藏在贴身衣物里，甚至不需要镖师，骑上一匹快马，半个月就能悠哉地跑到成都。到了成都，你走进当地的分号，递上这张纸，掌柜从后堂银库里不多不少点出1万两白银交到你的手上。这就是现代银行的雏形。而创造这个奇迹的商帮就是晋商。在明清的500年间，晋商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他们以日升昌为首的票号，在全国乃至日本、朝鲜、俄国都开设了分号，汇通天下，富可敌国。但这里面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关于信任的难题。那张汇票，那张纸本身一文不值，它只是一张承诺。我凭什么相信你这张纸？我把1万两白银，那可能是我一辈子的身家，交给你在北京的掌柜。万一我在成都的分号那个掌柜两手一摊说东家跑路了，我上哪儿说理去？在那个没有合同法、没有破产法、没有中央银行征信系统的时代，商业的根基信用到底靠什么来维持？晋商们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他们靠的是他们的老乡，一个他们所有人都认、都怕、都敬的老乡。这个老乡就叫关羽。关羽字云长，河东解州人，解州就在山西。这就是历史宿命中最奇妙的一个巧合。晋商，这个中国历史上最理性、最精于算计的商业团体，在选择行业守护神时，没有去选那些看上去更专业的文财神。他们没有选比干。比干是商纣王的叔叔，因谏言被剖心而死。在商人看来，这是一个业务能力很强，但风控没做好的受害者，太惨，不吉利。他们也没有选范蠡。范蠡帮越王勾践复国后3聚3散家财，最后泛舟5湖不知所踪。在商人看来，这是一个高人，但他太滑了。神龙见首不见尾，可以负天下人，而天下人抓不住他，这不适合当信用的担保。他们选择的标准极其朴素，也极其江湖。他们选择了自己人。对于晋商来说，关羽不是那个遥远的汉寿亭侯，也不是那个佛教的伽蓝菩萨。他首先是，也最重要的是，那个从山西老家走出去的最讲义气、最重承诺的二哥。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神格绑定开始了。晋商的生意做到哪里，就把会馆修到哪里。而在中国所有商帮会馆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也最奢华的，就是山陕会馆。这个会馆不是简单的老乡俱乐部，它是一个集市馆、商会、酒店、
仲裁法庭于一体的极其复杂的商业复合体，是晋商在异地他乡建立的一座商业堡垒。而在每一座山陕会馆的正殿最核心、最神圣、最庄严的位置，供奉的必定是关羽。那尊关公像通常不是慈眉善目的，他总是面色赤红，凤眼微眯，不怒自威，或夜读春秋，或手按佩剑，或横提青龙偃月刀。他不是来请客吃饭的，他是来主持公道的。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1万两白银的场景。当两个素不相识的晋商要进行一笔票号汇兑时，他们不需要繁琐的合同，也不需要验资，他们会相约来到山陕会馆。他们会先在关公神像前点燃3炷巨香，那香通常有小儿手臂那么粗，烟雾缭绕，直冲屋顶。他们会在厚厚的蒲团上跪下，先3拜9叩，然后在弥漫着檀香和威压的空气中，在关公那双仿佛能洞察一切的丹凤眼注视下，举起手开始发誓：我张三今日与李四成交，汇票1万两。我以关圣帝君的名义起誓，30日内银到付兑，若有半点差池，天诛地灭。誓言说完，将手中的香猛地插进香炉。这就是那个时代最坚不可摧的信用机制。我们今天看着近乎荒诞，但在当时，这套精神契约比任何法律文书都更有效，因为违约的成本太高了。你如果违背了在关公面前立下的誓言，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一单生意，失去的是整个晋商网络对你的信用评级。没有一家票号会再接你的汇票，没有一个老乡会再和你通商。你会被踢出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在山陕会馆的黑名单上被昭告天下。更可怕的是，你背叛了你们共同的二哥，你将活在神明惩罚的恐惧之中。晋商的学徒入行第1天，第一件要学的不是算盘，也不是密押，而是给关公向磕头。他们被反复教化：你算错账是技术问题，可以原谅；你不守信用，那是道德问题，是背叛关二爷，刀是饶不了你的。你看晋商们多么精明，他们绑架了关羽，但他们需要的根本不是一个会帮他们算账的会计，也不是一个会带来好运的锦鲤。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冷酷的道德仲裁者，一个违约惩罚者。他们将关羽生前最看重的义和他们做生意最需要的信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们看重的恰恰是关羽挂印封金的那个瞬间，一个连曹操的黄金和地位都收买不了的人。他的信用是这个世界上最坚挺的硬通货。对于一个银行家来说，还有比一个不爱钱的人更完美的行业什么？他是信托责任的最佳代言人，他会守护你的钱，因为他压根儿不想要你的钱，他想要的只是那个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关羽在明清晋商的手中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去中心化的信用共识机制。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区块链，他的神像就是公证处，商人们的誓言就是被写入精神账本的区块，而他手中那把青龙偃月刀就是那个确保账本不可篡改的最可怕的智能合约。一旦晋商的这套关公加信用模式被证明是商业上最成功的，其他人就会立刻跟进。于是到了清代，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关羽的业务范围开始爆炸性的扩张，他不再是晋商的专利，他成了一个万能插座。360行，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拜关公，而他们拜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充满了令人忍俊不禁的民间智慧。比如剃头匠拜关公，
这在清朝是一个高危行业，清初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是血腥的命令，剃头匠就是这个命令的执行者。他们太需要一个镇得住场子的祖师爷了。他们选了关羽，理由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刀快，剃头匠的工具也是刀，希望关公能保佑手艺精湛，刀法利落。同时关公是武圣，一身煞气，能镇住那些因为剃头而产生的怨气和邪祟。再比如豆腐坊拜关公，为什么这就更接地气了？民间开始流传一个新的传说，说关羽年轻逃难时穷困潦倒，曾经在老家解州卖过豆腐。这个传说太重要了，它让这位高高在上的武圣瞬间变得平易近人，不再只是银行家的守护神，也是小微企业主和手工业者的老前辈。他懂我们的苦。再比如丝绸布庄也拜关公，理由是关公的形象永远是身披绿袍，这简直是行业穿搭的典范。一个几千年来坚持穿品牌色的形象代言人，丝绸行和染坊不拜，他拜谁？甚至连屠夫也拜关公，理由是关羽也杀人，斩颜良诛文丑，但他杀的是恶人，是替天行道。屠夫杀生是为了养活世人，同样需要关公的神力来化解血光之气。你看，这是多么奇妙的文化景观。关羽先是被金融业奉为信用的化身，确立了他作为财神的核心功能，然后又被全行业所接纳。他们从关羽身上各自裁剪出了自己需要的那一块神格，或锋利，或出身草根，或形象代言。他从一个专才的信用之神变成了一个全才的全行业成功学教父，坐稳了财神的宝座。这无关迷信，这只是因为在那个波诡云谲的商业丛林中，在那个信用比黄金更稀缺的时代，人们太需要一个公约数了，一个能让所有玩家坐在牌桌前遵守规矩的镇场子的人。而那个红着脸眯着眼手握钢刀沉默不语的关云长，就是那个最完美也最令人敬畏的公约数。如果说在明清两代，关羽是被晋商这个精英商业团体以信用的名义推上了财神的宝座，那么当历史车轮驶入近现代，他的神格则完成了一次最不可思议的沉淀，下沉到了社会机理中最复杂、最隐秘也最对立的两个角落，成为了黑与白、警与匪的共同信仰。这是关羽神格演化中最吊诡也最深刻的一幕。在那些经典的香港电影里，我们常常能看到充满张力与宿命感的场景。镜头一边是由组织罪案调查科的办公室，警灯在窗外闪烁，忙碌的警员在穿梭，而在办公室最显眼的神龛里供奉着一尊关公像，红脸长须，身披绿袍，手持春秋，神态威严。警员们在出发执行任务前，会默默地走上前，点燃3炷香，拜一拜。镜头切换是九龙城寨某个昏暗的堂口，烟雾缭绕，龙虎刺青的大汉们在议事，而在他们身后的正堂同样供奉着一尊关公像，往往是横刀立马的造型。丹凤眼圆睁，青龙偃月刀寒光闪闪，充满肃杀之气。入会或执行家法时，所有人也必须跪在神像前发下毒誓。同一个神明，为何同时成为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的共同信仰？保佑抓人的和保佑被抓的，竟然是同一个神。这看似荒诞，实则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社会逻辑。先来看白道，警察拜关公，拜的是什么？首先拜的是忠。关羽一生无论境遇如何困顿，
都忠于刘备这个汉室合法性的象征。警察也一样，他们是纪律部队，忠于的是法律与秩序的合法性。关公是他们的精神样板。其次拜的是义，这个义是除暴安良的大义。关羽斩颜良，诛文丑，威震华夏。警察拜他是祈求武力上的加持和心理上的压制。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他们拜的是关公护扫过关的义，关羽保护的是无辜者。这与警察保护市民的天职完美契合。在充满危险、诱惑和灰色地带的执法一线，警察需要一个图腾，这个图腾必须武力高强，必须能抗拒诱惑如挂印封金，还必须正义凛然，不能撒谎，不能做亏心事。关羽是那个最完美的理想警察的化身。好，理解了警察，那么更复杂的问题来了。黑道那些反秩序的社团为什么也拜关公？他们拜的显然不是忠于汉室的忠，也不是除暴安良的义，他们拜的是关羽神格里最江湖的那一面。他们拜的是桃园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一个超越了血缘家族和法律国家的以命换命的兄弟盟誓。而黑道社团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拟血缘的利益暴力共同体。在一个游走于法律边缘的高风险组织里，什么最重要？不是钱，也不是地盘，是忠诚，是不背叛。对于一个社团来说，最大的风险永远来自内部，来自那个泄密的、背叛的、出卖兄弟的人。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个神来镇住这个背叛的魔鬼。他们找到了关羽。为什么？因为关羽是那个反背叛的终极图腾。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曹操给他上马提金下马提银，给他赤兔马，给他汉寿亭侯的编制，这是何等天价的挖角。但关羽不为所动，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用行动证明了一种信用。我大哥虽然现在很落魄，但我认他。我当初发过誓，这个誓言比金钱和地位更值钱。这就是黑道最需要也最推崇的职业道德。他们拜关公，就是在用一种宗教化的仪式不断强化这个江湖规矩。你可以没钱，可以没本事，但你不能不讲义气。你如果出卖兄弟，你就是违背了关二爷，他的刀是饶不了你的。你看，多么吊诡！同一个神，警察拜他，是取他的公义，对法律与秩序的忠；黑道拜他，是取他的私义，对兄弟与誓言的忠。忠这个字，在两个对立的阵营里找到了同一个代言人。这说明关羽的神格在近现代已经沉淀到了一个极高的哲学层面。他已经超越了世俗的法律，成为了规矩的化身。无论是白道的警察条例，还是黑道的江湖规矩，都需要一个最终仲裁者，一个能让所有人低头，能让誓言变得神圣的力量。关羽就是那个公约数，他是誓言的守护神，而商业恰恰就是现代社会中最需要誓言和规矩的战场。这就引出了关于他神格的最后一次分化。他为什么是武财神，而不是文财神？在中国，财神是一个庞大的部门，文财神比如比干，比如范蠡，他们的形象是慈眉善目的。比干被剖心，代表的是公心，是童叟无欺。会计和金融行业需要拜他，求的是账目的公正。范蠡三聚三散，最后泛舟五湖，代表的是智慧，是商机的把握和放弃的洒脱，适合大企业家和投资人，求的是商业哲学的通透。他们都是和平时期的财富管理者。
但是如果生意本身就是一场战争呢？如果商业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丛林呢？这个时候，文财神的智慧和公正就有点不够用了。你需要一个能打的，于是武财神出场了。武财神通常有2位，一位是赵公明，他骑着黑虎，手持金鞭，形象近乎凶恶，代表的是财富那不可控的、暴烈的一面，比如横财、偏财。而另一位就是关羽，他是武财神中最特别也是最主流的一位，是企业家的守护神。为什么？因为创业就是一场战争，你需要过5关斩6将，也就是突破市场封锁；你需要水淹7军，也就是打垮竞争对手；你需要单刀赴会，也就是进行高风险的商业谈判；你需要刮骨疗毒，也就是忍受转型的阵痛；你更需要忠诚的团队来替你镇守荆州，也就是守护核心市场。在商场这个战场上，一个创业者需要的不仅仅是算账的智慧，更需要武圣的勇气、信用和武力。于是，当一个老板在他的办公室或店铺里供起一尊关公像时，他的潜台词是多重的。第一，对自己和员工说，我们要讲信用、讲义气。第二，对客户说，我们是正经生意人，有武圣担保，童叟无欺。第三，对竞争对手和麻烦说，我们不好惹，我们有武圣镇宅。那把青龙偃月刀不仅是招财的，它更是护财的。从晋商的信用之神，到警匪的规矩之神，再到企业家的战斗之神，关羽这位1800年前的战神，最终在商业这个现代战场上找到了他神格的终极形态。他从一个厌恶金钱的人，变成了一个守护金钱的神。这不是背叛，而是宿命。因为在一个人人皆可背叛、处处都是风险的商业丛林中，人们所祈求的早已不是财富本身，他们祈求的是那个能让财富得以安全存在的秩序与信用，而关羽就是那个秩序的最终武力保障。于是我们这个漫长的故事也走到了最后。从建安24年的麦城，到1800年后全球唐人街的香火缭绕，关羽大概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位一生都以义为准则，不惜挂印封金来证明自己与金钱无关的将军，最终却被后世的人们强行塞了满手的金元宝。这是历史的背叛吗？也许不是，这更像是一种必然。因为在他身后那1000多年动荡、混乱、背信弃义的岁月里，人们太需要一种确定性了。在一个人人都有可能背叛、合同与法律都可能是一纸空文的商业丛林中，那个永远红着脸、永远眯着眼、永远不背叛誓言的关二爷，他本身就成了比黄金更坚挺的硬通货。人们拜他为财神，拜的从来不是投机取巧的运气，拜的是那种在商业文明中最稀缺也最根本的资源——信用。他自己就是财富的基石。所以今晚在故事里安然入睡的你，如果明天你也要去面对一场谈判或者一笔生意，或许拜关公依然是有用的。我们求的不是他能奇迹般地带来一笔横财，我们只是在祈求自己能像他一样，在这个纷乱、充满诱惑的人世间，依然能拥有一颗守信的、坚定的心。毕竟，这才是真正一本万利的财富。晚安，好梦。